各位观众大家好，中国佛教的四大菩萨名山道场有五台山的文殊菩萨、峨眉山的普贤菩萨、普陀山的观世音菩萨和九华山的地藏王菩萨。我们今天分享的故事就是有关于地藏王菩萨及九华山应化道场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真源故事馆的精彩内容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又到了真源故事馆的时间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地藏王菩萨及九华山道场的由来。地藏王菩萨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以广大的悲愿著称。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是掌管地狱的幽冥主宰，是救度地狱中受苦鬼灵、受难众生的大菩萨。在菩萨中，普贤菩萨以行愿著称，文殊菩萨以智慧著称，观音菩萨以慈悲著称，地藏菩萨则以悲愿著称。以悲愿为其本愿的地藏菩萨，即称为大愿地藏王菩萨。据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上所载，地藏菩萨的本愿有：一、于过去久远劫前为大长者之子，长者子因为见到狮子奋训，修道成道者，具足万行如来之相，其相好庄严，告知修愿度苦众生修德之相，乃发愿在近未来不可计劫，亦同修愿度脱六道最苦众生，故以正得此相。与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意义相同，即所谓的相由心生。这里的相另外指的是面相的表象。二、于过去久远劫时为一国王，因见国内人民多造罪恶，乃誓愿救度一切罪苦众生，皆至菩提，自己始成佛。三、于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为一婆罗门女，或者名光目，两故事雷同，皆因欲救亡母脱离恶趣，乃设供修福，立誓在近未来劫普度罪苦众生，待彼等成佛后，始成正觉。特别说明一下，目犍连尊者不是地藏王菩萨。目犍连是佛陀10大弟子之一，被誉为神通第一，皆是入地狱救母。故事虽雷同，却是与农历7月15盂兰盆节，也就是民间称为中元节相关普渡法会的由来有关。关于地藏王菩萨的名号，地藏王菩萨的梵名为 Kichadikapuha， 而其中的 Kichadi 是地或柱之意，含义即是地大，而 Kapuha 是胎藏或含藏、伏藏之意，如金矿、银矿、煤矿、铁矿等。于佛法中名为藏，则主指库藏的意思，暗喻众生深层心事里潜在的习气根性。地藏的含义，从地来说，也是四大之一，能担当一切，万事万物都在地上，所以以地来比喻地藏菩萨的功德，能够荷担一切众生的难行苦行。地也有依止意，一切草木皆依地而出增成长，比喻世间一切自利利他功德，依地藏菩萨存在而引发。地藏菩萨能含藏
各种功德，能引生一切功德。荷担一切难行苦行，救度众生，所以名之为地藏。地藏王十轮经中有一句地藏王菩萨的偈子，非常贴切：安忍不动，犹如大地；静虑深密，犹如蜜藏。地藏王菩萨的安忍波罗蜜第一，所以安忍不动如大地，犹如大地能承载一切众生种种罪业。誓愿至高宏大艰深，了知一切生命法要，故名迦王，尊名地藏王菩萨。另外经中又记载，此善男子即地藏王菩萨，成就如足不思议功德福常。又记载，能发坚固大悲福常，满一切众生心愿。地轮的坚固不坏，维持万物不倾动。以此来比拟地藏王菩萨坚固的菩提心，如大地福常无限珍宝，又含藏一切种子不时朽坏，比喻地藏王菩萨能保持法界众生的善根种子。他为了众生而受众苦，经无量劫而不灰心。尤其他是地狱救苦的菩萨，和阎魔同体。阎魔是古印度神话人物，第一个入凡间而死的人，和大地有关。古印度神话离聚吠陀的比里底皮，在密教就是指监牢地神，后世密教中也有监牢地神。古印度神话里，阎魔与比里底皮二人是至交好友，合作共建死后幽冥世界，后来才与地藏菩萨同为一体之说。地藏王菩萨的由来，普遍主要传说为依据《地藏王菩萨本愿经》，其讲解内容较为详细，为一婆罗门种姓女子，过去无量劫前，因其母信邪，常侵三宝，不久命终，魂神堕在无间地狱受苦。婆罗门女之母生前不积善，死后必堕恶趣，遂变卖家产，供养佛事。后受觉华定自在王如来指点，以念佛力来到地狱，见鬼王无毒，得知因自己供养佛事并念佛之功德，使自己的母亲以及其他地狱的罪人得以脱离地狱之苦，超拔升天。婆罗门女便在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前立宏大誓愿，愿我尽未来劫，因有罪苦众生，广设方便，使令解脱。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演说时，告诉文殊菩萨，当时的婆罗门女就是现在的地藏王菩萨。释迦牟尼佛又讲述了地藏王菩萨种种的不可思议行愿。在《地藏经》中，忉利天公神通品第一里描述地藏菩萨在忉利天受释迦牟尼佛的嘱托，在释迦灭度后，未来佛弥勒佛降生前的无佛之世，留住世间，以教化众生，度脱沉沦于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、阿修罗、人、天六道中的众生，担当教化六道众生的重责大任，其地位相当于代理佛，令其永为幽冥教主，使世人有亲者皆得极本见亲，共登极乐世界。地藏受此重托，
遂在释迦牟尼佛前立下宏大誓愿，为是最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，尽令解脱，而我自身方成佛道，自发誓必度尽六道众生，才愿成佛，现身于人天地狱之中，以救苦难。因此地藏又被称为大愿地藏，故以其大愿与文殊的大智、普贤的大行、观音的大悲相呼应。地藏菩萨经多世修行成就，最终才由释迦牟尼佛受继承代理佛。在中国佛教寺院中，地藏王菩萨形象有多种特点。一般菩萨现头戴佛顶宝冠，身披天衣，璎珞装饰的天人像；地藏则多现光头，或头戴毗卢冠，身披袈裟的出家僧人像，一手持席杖，一手持莲花或宝珠等，或坐或立于莲花上。据地藏菩萨仪轨、十轮经、大日经和占察经等记载，地藏菩萨由大悲誓愿力现大梵王身、地势身、声闻身、阎罗王身、狮象虎狼牛马身，乃至罗刹身、地狱四身等，无量无数异类化身，济度众生，所以又称千体地藏。有民间信仰地狱思想受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影响甚深，而视地藏菩萨为地狱的最高主宰，称之为幽冥教主，旗下管辖十殿阎王，并泯念于娑婆世界五浊恶世，即劫浊、见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、命浊中济度众生，为让众生深信因果，皈依三宝，所以多显示为出家僧人像。地藏菩萨还常以一头独角、狮头、龙身神兽为坐骑，其名号曰谛听或善听，通过听来仔细辨认世间万物人心悲苦，应众生所求而救度，进而消灾增福，以成熟众生善根。在藏传密教中，地藏菩萨为胎藏界曼陀罗地藏院的主尊，呈菩萨形，左手持莲花，花上有如意宝床，右手持宝珠，坐于莲花上。汉传密教则号为悲愿金刚、与愿金刚。此外，有说地藏王菩萨与观世音、大势至、龙树等菩萨皆是阿弥陀佛的胁侍，称为阿弥陀五佛。也有一说是阿弥陀佛未成佛，另外于因位时的法藏菩萨，与地藏菩萨为同体。地藏菩萨也依他方因缘而示现应化，各经轨所载不一，各种传说较多，则无需纠结于此。地藏菩萨因立下要度尽六道中生死流转轮回众生的大愿，因而常现于人、天、地狱等六道之中，而有六地藏之称。其名号与形象如下：檀陀地藏，檀陀是一种人头床，其形象为右手持人头床，左手结甘露印，专门救助地狱道众生。宝珠地藏，右手结甘露印，左手持宝珠，专门救度恶鬼道。宝印地藏，右手持席杖，左手结如意宝印，专门济度畜生道。慈地地藏，右手持金刚床，左手结施无畏印，专门济度阿修罗道。除盖藏地藏，
右手持锡杖，左手结于愿印，为人除掉八苦之盖障，专门嫉妒人道。所谓八苦，即生苦、劳苦、病苦、死苦、怨憎会苦、爱别离苦、求不得苦、无应自胜苦，为四圣谛之苦谛所摄。日光地藏，右手结说法印，左手持如意珠，照天人之五衰。天道天人福尽将死时，会现5种衰相，而除其苦恼，专门嫉妒天道。普遍来说，地藏菩萨会综合以上形象，右手持锡杖，左手持宝珠。地藏王在中国也有他的人物原型，即是新罗王子金乔觉。传说是地藏王菩萨曾愿应化身传法。金乔觉西元696到794年，新罗僧人，俗称金地藏，古新罗国，今朝鲜半岛东南部，国王金氏王族。金乔觉早年曾经来大唐留学，汉学修养颇深。此后他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回国后毅然抛弃王族生活，于唐开元7年，西元719年，24岁时，在古新罗国削发为生，于唐代唐玄宗时期来华求法，西白犬善听，涉海西行入长江。来华求法，南下经安徽芜湖、南宁县等地，登上慈州市九华山时，见九座峰峦叠起，形似莲花，九华取名由来。云雾缭绕，四季清凉，遂于此深山无人处，决定择一岩洞栖居修行。他选择东崖岩洞，终日坐禅诵经，后被3名诸葛节等人发现。发现时，地藏已经在九华修了36年。据说他那时虽已60岁，但身体异常健壮。唐废官清九华山化成事迹，描述金乔觉象耸旗鼓，躯长7尺，而力背100夫，身材高壮，力大无穷。当时地藏身旁支着一个断竹的鼎，里面是夹杂着少量米食的白土。3名诸葛节等人看见这番场景，皆投地好泣。此番苦行，地方民众大为感动，募化建寺。当时九华山皆为青阳县居士闵让和大地主之属地。闵居士深信佛法，与诸佛有大因缘。闵居士愿捐地建寺，而金乔觉只向其起一袈裟地。闵居士则笑而应之：一袈裟地岂能建寺？金乔觉向闵居士示意，只愿取一袈裟地即可，但闵居士绝对不可后悔。闵居士狐疑不信问金乔觉，告诉金乔觉，捐地建寺之事并非儿戏。闵居士亦怀有佛缘至诚之心，喜赞佛法，乐助功德，愿捐一袈裟地建寺之事。闵居士承诺绝不后悔后，金乔觉即大展神通，向空中执一袈裟，飞步展衣后，不意此袈裟升空突然变大，竟遍覆全9座峰峦之地。闵让和十分惊喜，立即让其子拜师皈依，待建寺完善，交办世俗后，亦随之皈依而拜其子为师。
从此金乔觉留住九华山，法号地藏。至今九华山四殿中地藏圣像左右的侍者，即是闵让和两父子。唐至德2年，西元757年，寺院建成，地藏有了修行栖身之地，开始开山造田，躬身教化，谈经论道，诲人不倦。因地藏法师九华山神通传奇声闻遐迩，新罗僧众闻说后，也相继率众来九华随侍，其中也包含来九华山劝外甥地藏回新罗国的2位舅舅昭佑、昭普。2人也被感化，留山共建道场，在九华山北路事后立安为2圣殿。唐贞元10年，西元794年，地藏99岁，忽遭众徒告别，跌伏4级。其肉身自寒中经过3年，仍颜色如生，鱼罗手软，罗结有声，如汉金锁。地藏法师俗名亦为金信，故又名金地藏。据《宋高僧传》从生收成记等称，金乔觉夫作寒中，遂末为地藏王。过了3载，开寒视之，颜色如生，鱼之骨节俱动，若汉金锁焉，遂名金地藏。地藏法师率众认定他即是地藏菩萨示现，遂于山中神光岭建一石塔，将肉身供于石塔中，尊为金地藏金身宝殿，此后配与殿宇，称肉身殿。真身宝殿众多信徒朝拜，香火不断。此肉身应说是地藏菩萨应化身的肉身，不可说是地藏菩萨肉身。从此安徽九华山声名远播，逐渐形成与五台山文殊、峨眉山普贤、普陀山观音相并称佛教的4大名山之九华山地藏王菩萨应化道场。九华山位于安徽省磁州市青阳县境内，方圆100，有99峰，因有9峰形似莲花，因而得名。主峰石王峰，海拔1344.4米，古今骚客皆数到此一游，诗仙李白就曾宿游九华山。九华山有多少寺庙？从山脚到山顶，民国时期有150座左右，陆续有些寺庙年久失修，衰败成为废寺。目前应说有99座，其中国家级重点寺庙9座：化成寺、肉身殿、祈源寺、百岁宫、旃檀林、大悲楼、甘露寺、上禅堂、会居寺、天台寺。每年农历7月30，即传说的地藏王菩萨圣诞之日，各地前来九华山朝拜的信徒络绎不绝，千百年来香火鼎盛。这就是我国地藏王菩萨及九华山道场的由来。今天就分享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非常感谢您的观赏，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开启好运4重奏，点赞、分享、订阅以及开启提醒小铃铛。感谢您的观赏，我们下次再见喽。